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周三接受媒体采访。吴谦介绍，2022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比2021年增长7.1%。中国增加国防费，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而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吴谦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姑息，露头就打。吴谦介绍，2022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4760.81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7.1%。中国政府按照国防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每年的国防支出预算都纳入政府预算草案，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依法管理和使用，并对外公布国防支出预算总额。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从2008年起，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有些外部势力炒作所谓隐形军费，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国防费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军人人均国防费等，都是比较低的。中国增加国防费，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军队始终是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国防费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针对台湾问题，吴谦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拒不承认9·2共识，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同时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这种行径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紧张动荡的根源。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日试图通过打台湾牌来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政治图谋，注定是难以成真的黄粱一梦。美日在台湾问题上闹得越欢，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会出手越硬。必须指出，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姑息，露头就打。周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续第2天主持发布会，通报香港抗疫工作最新进展，围绕由中央援建社区隔离设施等展开说明。林郑月娥透露，连同新建设施，最新估算全港可提供超7万个隔离床位，本月内可提供新增隔离床位2万张。他周三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表示，相信经过这次中央大力援港，香港会变得更好更强，香港人对国家的向心力肯定会更强。此外，中央援建香港应急医院项目周三完成首个集成式箱体吊装。周三下午，这一集成式箱体从位于香蜜湖的拼装厂出发，3点半到达现场，吊车在10分钟之内吊装完毕。现在是周四的下午了，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了30个箱体。应急医院建成之后，医护人员、行政人员等都将在这一区域工作生活。这次的建设工期非常紧张，那么有一个巧妙的节约时间的秘密，就是工厂、拼装厂和工地3线并行，许多建筑构件都在位于惠州的智能化制造厂完成，建筑主体以及部分机电管线装修卫浴在深圳拼装厂内拼装完成，运到核桃现场之后，只需要按照设计图纸精确对接，就可以迅速进入机电和装修施工。未来几天将有约1500个集成式箱体陆续进行吊装工作，其中首个集成式箱体吊装所在区域将作为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办公楼、消防中心、指挥大厅、生活区等。据悉，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项目于3月6号开始大规模施工，最快将于今年4月份分阶段投入使用。1期项目将提供500个床位，2期建成后也将提供500个床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能力。过去2年，香港成功抗击了4波疫情，但未能抵抗住奥密克戎毒株的超强传播性。林郑月娥表示，第5波疫情的严峻性，在检测、隔离和治疗的每一个环节都远远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只能请中央出手帮忙。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吸纳了内地专家的意见，当感染程度已经比较广泛时，应该更集中把有限的资源用到一些更需要的地方，确保香港市民特别是长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此外，林郑月娥称，希望能够看到疫情较为平稳向下的时候，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民检测要是1次不够就做2次，2次不够就做3次。但对具体执行的时机，他认为还要做综合考虑，并听取专家意见。林郑月娥强调，这次抗疫战得到中央全力支持，有求必应，对香港提出的要求照单全收。周三，第2个由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新田方舱医院交付特区政府。此前，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已于本月1号正式交由香港特区政府运营，并接收首批无症状或轻症新冠肺炎确诊者。林郑月娥特别感谢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强调香港肯定会尽力把这些得来不易的设施用好。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周三在北京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表示，相信风雨后必有彩虹，香港必定能够早日控制疫情。那对于夏主席的这句话，您怎么理解？主持人好，夏主席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央对于香港必定取得抗疫最终胜利的信心。我认为这里面有3个层面。第一，香港当前的确处于某种严峻的风雨之中，但香港并不是孤军奋战。这场发生在香港的战役，一边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固然可怕，但另一边不仅仅是香港社会，而是拥有14亿国民的全球第2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唯一具有持续压制病毒传播经验的主要经济体。正如夏主席所言，中央会承担所有援港建设项目，包括方舱医院的费用。中央多部门和各省市日以继夜支援香港，供港物资有多无少。截至3月8日，涉及款项约9亿元人民币。根据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方面的数据，这其中仅专项医疗物资就包括快速抗原测试包3800万套、抗疫药品45万盒、血氧仪73万部、N95、KN95 和外科口罩7000万个，以及包括全身防护衣在内的其他防护装备750万件。再加上目前已经抵港的3批援港专家组及医护团队，和他们身后整个带弹、随时准备赴港支援的9000名内地医护人员，中央无论在人力、物力还是经验借鉴上，都有信心保障香港必定见到风雨后的彩虹。第二，香港一定可以见到风雨后的彩虹，香港也必须见到风雨后的彩虹，这是中央对于香港管制团队的死命令。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持香港抗击第5波新冠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2个确保和3个一切。2个确保即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而要做到这2点，就要求香港方面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读懂这层逻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于特区政府乃至是整个香港社会而言，尽快稳控疫情绝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唯一的选项。正如我之前在评论中所言，这场疫情的最终结果不仅决定了香港作为中国经贸和金融门户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命运，更将验证治港的爱国者究竟是怎样的成色，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人民至上的国家原则。第三，风雨后必有彩虹，同样是中央对于特区政府更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的一种勉励与鞭策。诚如特首林郑月娥2月28日和3月9日2次所言，当前特区政府在检测、隔离、治疗、信息发布等多环节上都有所欠缺，但只要在中央的支持下积极完善改良自身，特区政府不但可以带领整个香港社会迎来疫情风雨后的彩虹，香港的管制团队也将迎来回归25年以来不断风雨磨砺之下的彩虹，向所有港人证明自己不愧于东西兼容并蓄的2制之力，更不愧于人民至上和爱国者治港的一国之本。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自香港第5波疫情以来，内地与香港民间也纷纷出力齐心抗疫。由香港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湾区安全应急产业创新联盟共同发起的“同舟共济，一起撑下去”活动，通过筹集派发物资的方式支援香港，帮助有需要的困难群体。目前，企业捐赠物资价值已超过2亿元人民币。周四，第2批3000个爱心包运往香港，原港募捐活动仍在持续进行中。那么，究竟怎样的物资符合捐赠要求？涉及深港的运输通关如何进行？到港之后如何衔接？如何将物资顺利运抵居民手中？一起和我们的记者去了解一下。喂，你好，这里是湾区联盟沿港爱心工作组。正在接听电话的这位是来自深圳公益救援队的刘佳敏。自3月4号活动发起以来，他作为志愿者承担着其中的信息对接工作。是你们自己生产的隔离衣对吧？是有那些出口标准的吗？把你的信息登记下来，然后我转给我们的下一个工作组。接听平台电话，记录相关信息，核对捐赠物资的产品质量资质认证，再进行信息登记、筛查、梳理后，有效的捐赠信息将进入仓储物流环节。作为该环节负责人的傅慧俊告诉记者，指导企业进行物资装送、安排报关手续涉及深港两地，因此程序较为复杂，需要对接的事项非常多，自己几乎每天都要接听上百个电话。然而幸运的是，为了助力香港抗疫，海关方面开通了绿色通道，使得货物快速转运到港。以前正常从我们这个货物发出，比如说在深圳这边发出到香港的话，预计是需要1天的一个时间，但是目前我们这一边基本上的话，现在大概是从装货到达香港的话是3到4个小时。物资到港后，会直接对接至香港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志愿者及湾区安全应急产业创新联盟驻香港志愿者的派发小组，及时将物资派送到各个指定区的居民手中。我们湾区联盟呢，在香港也有相应的志愿者，目前大概有300多人。比如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建了一个群，可以随时在群里面去说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建了一个快速沟通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每天会有3次不定期的去进行一个沟通。据了解，同舟共济，一起撑下去活动计划筹集3万份家庭防疫爱心包、2万份家庭生活爱心包、2000份志愿者防疫爱心包。截至目前，共募集到家庭防疫爱心包2万份，其中有4000份已运抵香港，另有16000份将陆续抵港。湾区安全应急产业创新联盟方表示，除防疫爱心包外，以米面、速食盒饭为主的家庭生活爱心包计划3天左右运港，旨在解决香港疫情严重地区观塘、元朗、深水埗等地区基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往香港已经输送了有50万份，以及有4000份爱心包。那么这个爱心包抵达香港之后啊，那么也是得到了我们香港同胞的一些爱心的一些反馈，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热心的一些群众以及这个组织对这个香港同胞的一些关心和支持，那么也表示与咱们内地共同去把这个抗疫战胜。同舟共济，一起撑下去活动的香港发起方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周四也为居家隔离市民给予帮助，发起了同心抗疫关爱有我居家隔离援助行动，千名义工为全港18区3000户居家隔离市民送上抗疫物品和相關幫助。嚟探你啊！係啊，我幫到你。我嚟探你。呢兩支係塗層噴液嚟嘅。家住九龍的顧先生今天收到了派發的抗疫物資。此前他因染疫居家隔離，他告訴記者，送來的這些物資包括消毒藥水、快速檢測盒、食品等，都是他最急缺的物資。即係平時需要嘅日常嘢咯，即係食嘅嘢啦，同埋防菌嗰啲嘢咯，都快。唔錯，個服務幾好。參與派送的香港油尖旺區議會議員許德亮告訴記者，對於染疫的居民，他們已經進行了登記，針對居民所需，他們會及時進行溝通，將其最急切的物資運送到家中。數據顯示，第5波疫情爆發以來，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與合作團體已累計接到居家隔離市民求助個案90764個，已提供援助的個案87673個，派發健康福袋91500
535份，受益的市民282228人。今次嘅活動咧係全港18區一齊搞嘅，咁每個小區咧都會有8至10位嘅住戶，全港有3000個家庭咧係受惠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開始，我哋希望咧未來咧會持續落去嘅。同心抗疫关爱有我居家隔离援助行动总召集人、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邓清和先生通过致辞表示，援助行动将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围封强检安排，组织义工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努力做到政府围封强检进行到哪里，援助行动就跟进到哪里。俄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土耳其开始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最高层级外交官员的首次直接接触。俄外长拉夫罗夫、乌外长库列巴会后分别举行了记者发布会。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他与库列巴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但双方未能就停火问题做出决定。拉夫罗夫还指责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他认为，从国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很危险，那些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派遣雇佣军的人必须清楚这样做需要负的责任。对于此前的谈判，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才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场所，所有具体问题，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等，都在白俄罗斯谈。俄方向乌方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乌方表示研究了俄罗斯的方案，并将很快对莫斯科做出具体答复。乌外长库列巴在会后单独召开的记者会上介绍，俄方提出，如果乌克兰不投降，俄罗斯就不会停火，但乌克兰不会投降。库列巴透露，西方给了乌克兰很多单兵防空导弹，之后也不知道这些导弹会跑去哪里，这会对民航安全产生威胁。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紧张局势下的高层沟通非常必要，可以解决一些紧迫性的问题。I think that any war ends in peace, and the peace should be discussed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We are now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negotiations. Their progress and results will primarily be influenced by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s. And Russia has a strong position. Now, apparently, Moscow will also need to make concessions.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diplomacy. But yes, negotiations are all right, and they can solve some local problems, like refugees or something like this.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会后介绍，在与乌外长的会谈中，还讨论了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拉夫罗夫表示，普京没有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不过，他强调，普京和泽连斯基不应该是为了会谈而会谈。根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乌外长会面前强调了他妥协意愿，表示在任何谈判中，我的目的都是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我也准备采取某些措施。此外，乌方已向德国总理舒尔茨求助，请德国帮助组织和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俄乌首脑会晤。实际上，泽连斯基上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已经表达意愿和普京举行直接对话，不过当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以为时尚早来回应。俄乌之间已经进行了3轮谈判，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对俄乌高层能否谈起来，塔夫罗夫斯基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对话与谈判需要的是双方的妥协，但乌克兰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因为这场俄乌冲突的背后仍然是俄美的博弈。 They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move forward and offer some concessions to Russia. Yeah, there are no concessions on the Russian side yet. Yes, they are cool on the NATO. Zelensky also said that he can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at Donetsk and Lugansk regions, or republics as we call it. So he's moving forward because the situation at the front lines is not very good for them. So I think we should wait for a week or two
and then maybe there'll be some real results of real negotiations. 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消息的曝光，也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近日，俄罗斯政府部门公布了一系列资料，显示乌克兰国内建立了一个由大约30个生物实验室组成的网络，曾进行过生物武器部件的研究，而这些实验室的活动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展开。根据俄军缴获的文件，乌克兰卫生部门2月24号向几个生物实验室下令，要求工作人员紧急销毁能够引发鼠疫、炭疽和霍乱的病毒。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周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乌克兰有所谓生物研究设施。他声称，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此前，美乌双方拒不承认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的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还紧急公关，拒不承认美国与在乌生物实验室有关，并对俄罗斯做起了有罪推论，声称这是俄方展开的信息战。周四，俄乌外长会谈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要求美国对在乌克兰的生物活动作出解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还提醒，乌方销毁病原体的做法旨在掩盖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事实。如果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现在不立即停止，将有可能被极端势力控制，未来一切都会失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媒还做起了所谓事实核查，声称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报道是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外交官鼓吹的阴谋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早就有严重关切。美国在其境内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当前形势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确保相关实验室的安全。我们也再次敦促美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那么说，生化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是应当引起高度警惕的。那美军现在的掩盖，那就是说，他的这些做法是明显的是违反有关国际法的。美国他不想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采取了这样的心虚或者说倒打一耙的这样的表现。韩国总统大选周四尘埃落定，计票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战胜执政党强劲对手，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将在今年5月接替文在寅。中国外交部当天对尹锡悦当选表示祝贺，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相互离不开的重要合作伙伴。尹锡悦在获胜后发表讲话，称这一投票结果是韩国民众的胜利。 그 나라의 리더가 되기 위해서 필요한 게 어떤 건지, 또 국민들의 목소리를 어떻게 경청해야 하는지 이런 많은 것들을 배웠고. 随着尹锡悦胜选，保守阵营时隔5年再次夺回政权。由此，韩国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以来，保守和进步阵营每10年轮流执政的节奏被打破。这次投票结果首先体现出来韩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严重分裂。那我们看到这次选举的双方的支持率是韩国民选以来这个2个候选人最接近的一次。那么这个在支持率背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年龄层、性别层以及地域方面，这种对立都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看到这个韩国民众对于这个传统政治的这种反感和厌恶。尹锡悦胜选后，各界对他的背景颇为关注，因为他将是韩国直选总统以来第一位没有国会议政经验的总统，从政仅8个多月就赢得人生第1场公职选举，坐上总统宝座。从青瓦台披露的内容来看，双方气氛融洽，对过去的矛盾只字未提。在通话中，文在寅呼吁尹锡悦消除社会矛盾和分裂，实现国民
民团结。他表示，即便双方政治立场和政策有所不同，但新旧政府之间仍有许多连贯之处。他提议与尹锡悦尽快会面，做好交接事宜，并承诺支持新政府做好政务运行。对此，尹锡悦回应称，望早日会面，请多多指教。当前，共同民主党独占韩国国会170以上的议席，这意味尹锡悦一上任就将面临跛脚鸭的局面，在阻隔、确立党政关系、协商治国方面恐将面临不少的障碍。分析指出，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后，将面临统合国内政治、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问题等3重挑战。尹锡悦上台之后，可能首先要面对的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他国内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钝化。就业问题，以及这个现在韩国尤其是年轻人最关注的房价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实现社会统合。韩国现在国内这种分裂非常严重，怎么能够实现党派之间的、民众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合作和团结，这是一个问题。而尹锡悦的第3重挑战就是处理对外关系。周四，尹锡悦在发表胜选感言仅5个小时之后，就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韩联社评论称，相较于以往历届当选人与美国总统通话的10点，此次美韩双方属于火速通话。韩国方面分析认为，在俄乌危机等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此次通话意在凸显美韩同盟坚不可破。而从尹锡悦的竞选纲领来看，他提出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美韩同盟关系。从其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幕僚阵容来看，国会议员赵泰庸、前外交部第2次官金圣汉等美国通居多。韩美同盟的大范围强化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我们也看到尹锡悦本人以及他的团队在竞选期间也多次表示，非常重视这个美韩同盟。美韩同盟是韩国外交安全的基轴，而且这个他上台之后，韩美同盟的发展可能不光是范围上的，而且是在深度，在质量上的全方位的加强。外界注意到，在尹锡悦的竞选纲领中，也包括促进韩中对话的计划。纲领指出，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解决朝鲜核岛问题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韩方有必要与中方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并将在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对华外交工作。韩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几家韩国媒体记者特别关注中方对尹锡悦当选以及中韩关系的立场。赵立坚对尹锡悦当选表示祝贺，并且强调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可以看出，中韩关系发展并不受韩国政权更迭的影响，中方也主动释放善意，愿同韩方共同努力。赵立坚也特别提到，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30年来，中韩关系实现快速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愿同韩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好，下面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结果出炉，那在您看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最终以微弱票数胜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右翼政党，也就是国民力量党及其候选人尹锡悦，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出，应该跟韩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急躁与焦虑心态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而这种急躁与焦虑心态，又是由于3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是跟执政的文在寅政府及其政党最近防御抗疫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投票日当天，根据韩国中央防御对策本部通报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34.2万例，创下了单日新高。这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民众对文在寅及其执政党的不满。其二，在新冠疫情期间，不仅出现了国际产业链中断的问题，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超发了大量货币，再加上最近的俄乌冲突，导致了国际油价飙升到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高位，使得韩国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
不仅给韩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使得老百姓的民生变得日益艰难，尤其是高企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对执政当局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第三个便是因为外部的仇核问题，在文在寅上任以来，曾经下决心要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几年下来，契合谈判几乎是毫无进展。这样一种现象，也让韩国国内的右翼力量逐渐对执政党失去耐心，主张对朝强硬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拜登政府主动挑起了对华竞争，尤其是刻意拉拢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盟友，企图围堵中国的策略，又给蠢蠢欲动的韩国右翼势力添了一把火。我认为正是在这么几个因素的合力之下，韩国国内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再次实现政党轮替的呼声变得更加高涨起来，并最终促成了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的当选。那您认为尹锡悦当选之后对半岛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注意到尹锡悦在选前最为哗众取宠的外交政策口号就是废除文在寅时期不参加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不参加美日韩军事同盟，不进一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三不政策。而在当选之后，尹锡悦也在第一时间给拜登打了电话，刻意强调了巩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在这种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不排除缺乏从政经验，尤其是缺乏外交经验的尹锡悦上任之后，会在外交政策上实行激进的三板斧，这是我们需要加以防范的。但是我同时认为，尹锡悦的激进外交政策持续不了多久，极有可能会来得快，去得也快。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虽然这次尹锡悦的当选是韩国社会右翼势力抬头的结果，但是从选前的民调可以看出，支持尹锡悦的选民仍然是希望他把尽快控制韩国濒于失控的疫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第二便是解决韩国经济民生面临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解决通货膨胀与房价高企问题。第三位的才是外交问题，而在外交问题中，解决朝核问题又是放在优先位置的。而尹锡悦要解决这三大难题，尤其是解决经济民生与外交问题，恰恰又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在朝核问题上，离开了中国的斡旋将会寸步难行。在经济问题上，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可谓是空前的，过不了多久，尹锡悦政府就会主动找上门来求中国帮忙。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信号，让不少在华发展的外企吃了定心丸。全球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设立办事处，其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普表示，罗兰贝格十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在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也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外眼看两会。去年，中国在 GDP 方面取得非常出色的经济成绩，出口相较2020年增长了21.2%，外国直接投资相较也增长了20%，达到创纪录的1790亿美元。戴普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字成了一大重点。I think that's quite notable this year that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and the outlook is focused on stability. Among many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nd need to be managed. So what I appreciate in Premier Li Keqiang's speech is a quit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view on all these factors and the need to put employment first, to prioritize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it's super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goes well, and stability is definitely prioritized.
over other nonetheless important factors. So given the number we learned from this year's 2 section, and this year's GDP growth will be like 5.5%.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targets and the GDP growth targets set at this year's 2 section?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of resources and leeway to actually support the economy. So I would say that yes, it may take some macroeconomic policy support to reach that objective, but the resources underlying are available, and we see this already. So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d in the government report is 18% more cent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oing to provinc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means that different responses have to be invented across the country.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冲击着世界经济，但戴普表示他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尤其感慨于中国的供应链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非凡韧性。虽然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供应链也经历过短暂的中断，但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果断措施，迅速恢复了过来。There are many constraints on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yet there are things that do not change. So China remains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It's even more true given the surge in export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2 years.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remains very strong. Domestic demand is still driving Chinese GDP growth, and there is a lot more room for improvement.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domestic demand, and there are some measures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at point in that direction. It'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and service trades, particularly financial services. 此外，碳中和连续第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也成了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话题。戴普注意到，关于双碳目标，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到了今年，表述变成了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已经由前期谋划阶段步入到实质性推进阶段，而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整体的环保意识也随之大幅提升。What's very impressive is the mobiliz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not on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also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We consult with many companies, and the level of awareness is very high. Only in a matter of 1 year. So in your opinion, what should enterprise do under the dual carbon target? And how can China achieve the goal of dual carbon while ensur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 Well, for some companies, simply going low carbon is not possible. So you need to think of maybe diversification. So a lot of companies are starting to invest in other activities that will gradually offset and replace activities that will be gradually phased out. But there are also very interesting changes in business models, like recycling, like circular economy. And so what we're seeing is business model changes. We're seeing a lo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cause, of course,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industrial process to go lower carbon footprint. And I think this will also fuel the economy. This transformation is, of course, a constraint on the economy, but it'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